我们今天要介绍 Q3D 的 AC Server， 同时要说明 Q3D 所定义的 DC Region、AC Region 跟 Transition Region 的关系。所谓的 DC Region 就是 DC Server 求解的范围，DC 就是直流。那当然，在这个接近频率0的地方，我们现在看的这张图，事实上这个频率是以 log 来表示。所以在接近 DC 的地方大概是1 mega 以下的一个范围，通常这个范围我们可以把它定义为 DC region。那随着频率的增加，会进入肌肤效应，而当肌肤效应开始发生，但是还没有达到肌肤深度远小于导体厚度的这一段范围，我们称过渡区，也就是 transition region。那当我完全进入肌肤效应区之后，也就是说我的 R 随着频率的指数增加，呈线性的这个现象出现的时候，我们称它进入 AC region。我们这里呢定义进入 AC region 的这个频点，也就是完全肌肤效应的这个频点，是在这个肌肤深度小于导体厚度的1/3。离开 DC region 的这个频点跟进入 AC region 的这个频点会差9倍。那这两个值呢，你可以在这个 Q3D 的 help 里面去查询你可以查 AC region 就可以。那主要这里会跟导体的厚度低有关，所以这边有说明这个是导电率这个是导磁率。那我们接着再来看，刚刚电阻随频率增加而增加的这条黑色的曲线，它事实上是由我们软体的 frequency sweep 的结果取出来的。同样的，电感的这条黑色的线也是。那在 Q3D 里面，它的后处理有一个叫做 change frequency， 或者是说我们之前提到的，你直接不用 sweep， 从 least adaptive 取值，得到的就是红色这条线就是红色这条线，或者是紫色这一条线。所以我们前面一直有强调，不要从 least adaptive 取值，因为 least adaptive 取值只有在 AC region 是对的，你在 transition region 或者是这个 DC region 就错了。所以记不记得我们在一开始非常非常早就有提过，就是说，假设你要抽一个1 mega 的值，你可不可以直接 solution frequency 直接设1 mega， 然后直接从 least adaptive 拿它的 RL 值来看？是不行的你可能就会看到这个值，那同样的在reduce matrix 里面有一个功能叫 change frequency， 那个也是线性推的，所以那个功能我通常也不会去用。那一般 user 不清楚的会误用，我也建议你不要去用。好，那为什么 sweep 取值一定是对的呢？它的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概念是这样子。sweep 呢，它运用的是有一个混合模型，这个混合模型会混合 DC server 得到的 RDC 跟 LDC， 以及 AC server 得到的 RAC 跟 LAC， 以这个混合模型来推出 transition region 这个值。当然这个混合模型是一个示意图啦，但是我们从这个概念来理解，就会知道说，好，我们回到上一张图，这里是 DCRL 解出来的，这里是 ACRL 解出来的，这一段的区域是靠混合模型以精准的 AC 值跟 DC 值去估出 transition region 的值。所以我如果要 transition region 的值准，我一定 AC server 跟 DC server 都要勾选。这就是我们一开始也跟各位强调的一个 rule， 就是说你如果要任意频点都准，尤其要 transition region 的值准，你一定 AC server 跟 DC server 都要勾。你不可以为了节省时间，你只选择勾 DC server， 或你只选择勾 AC server。 好，所以我们第3个星星出来了，就是如果你要 transition region 的值要准，一定
DC server 跟 AC server 的值都要勾，而且从 sweep 取值。好，那我们现在就来给各位看一个例子。好，那这个例子我们也会附给各位做一个练习。一个典型的 PCB 的制成，它的铜厚可能大约是1个盎司，大概35 microM。我们以这样的一个条件去估它的AC region 跟 DC region， 那大约它在32 mega 的时候会进入 AC region， 所以这一段是transition region。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如果我用不同的设定，我会看到什么样的值？假设我左边的设定是我们建议的设定，就是我 solution frequency 设1G， 然后透过 sweep 去看50 m， 这个时候我看到的 ACRL 是 total R， 也就是我这个时候的 R 是18.4 mini ohm， 18.4 mini ohm。那如果我 solution frequency 设50，直接看它求解的最后结果，也就是 less adaptive 的值，直接看50，这个时候看到的是 18.2 mini ohm， 小一点点，但是呢很接近。这两个基本上都对，为什么？因为这里设50 mega， 它一样在 AC region， 这里设1G 一样在 AC region， 只要你 solution frequency 设在 AC region， 基本上你就不会错。只是你要特别注意一点，你在 less adaptive 里面看到的 ACRL 事实上不含 DC， 因为它不是由混合模型得到的，所以说这个值会略小于左边这个值，你必须把这个值手动再加上 DC。 那一样，这件事情10个 user 有 9.9 个不知道，所以呢，为了避免大家去 confuse， 我一开始就说你记得从 sweep 取值，你就不用去困扰你到底你现在得到的这个 ACRL 是 total RL 还是必须手动再加 DCRL。 所以这样的结果基本上两个都是对的，因为右边就算你不知道要手动去加 DCRL 这件事，由于大部分的情况 DCRL 都远小于 ACRL， 所以造成的影响也微乎其微。这样的使用，只要你 solution frequency 是在 AC region， 基本上出问题都不大。可是如果我们换一个条件，我把刚刚的铜厚从35 microM 改成10个 microM， 也就是比1/3还小一点。这个时候由于我的这个厚度变成1/3再小一点， AC region 进入的频点就会是厚度的导数平方，所以我的进入 AC region 的频点会增加接近10倍，那这边大概就是会在393 mega 才进入 AC region， 会变成这个例子。那我们来看一下，如果这个例子我同样的，我 solution frequency 设 1G， 从 sweep 看50 m， 跟 solution frequency 设50 m， 只看 less adaptive 50 m，这个时候你就可以看出比较明显的差异了。好，这里看到的是32 mini ohm， 这里看到的是34 mini ohm， 这边就有明显的差异了，就接近7%、8% 的一个差异了。那7%、8%，也许你觉得还是很小，那没关系，我们再来看下一个。如果我再找一个例子更薄的导体，只有5个 micron， 而且呢，我不要找材料是铜，我材料用导电率更差的，称作叫黄铜。那这个时候我们去换算它进入几乎效应的频点的AC region， 大约会发生在 6G 左右。那离开 DC region 的频点大约是在600多 mega。这个时候我们来看一下我的求解结果，两种方式有没有差？第一个，用对的方法，我10 giga 的 solution frequency， 6G 是进入 AC region 嘛，所以我 solution frequency 要设比 6G 还高，我现在设 10G， 我 sweep 到50 m 去看 ACRL， 这时候是 total R， 这个时候我的 total R 大约是多少？ 0.116 ohm。那如果我这个例子 solution frequency 设50 m，
然后呢直接看 less adaptive， 看50 m，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我的 R 50 m 的 R 左边算出来是 0.116， 右边算出来居然只有 0.017， 这边就明显就错了。你有没有发现小一个 scale， 而且这个值居然比 DCRL 还小，因为它的 DCRL 在这个例子是 0.106， 明显错误，因为你的 ACR 怎么可能比 DCR 还小呢？所以明显这个是错了。这个为什么会错？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错误？这样的错误其实就是我们刚刚一开始的第一张图讲的。当你看的是紫色这一条线，我 solution frequency 设在 transition region， 我直接看 less adaptive 取的值，就是紫色这一条线。这一条线是有可能你得到的 ACR 小于 DCR 的。第三个例子就是告诉你，你现在踩在紫色那条线上，它跟我们要的黑色那条线是有距离的，而且有明显的差异。这种例子最容易碰到的是，你今天如果是 interposer 或 RDL 的 design 的时候，你就会碰到这种问题。所以各位要特别的小心。刚刚我们在讲 Case 3的时候，其实投影片呢有指向 Q3D 两个设定，boundary 这边跟 mesh 这边，可是刚刚我没有特别说明。现在我以例子来说明。Case 3是很薄的导体5 micron， 对于很薄的导体 Q3D 有一种独特的技术叫做 thin conductor， 它可以用 boundary 的技术来解很薄的薄体。最常使用的例子就是触控面板 ITO 层模拟用的，它可以大幅的增进模拟的效率。所以呢，我们今天这个5 micron 的 Case 3呢，我们同时就用 real thickness 跟 thin conductor 的技术比较给各位看，你可以得到一样的结果，但是你会发现 thin conductor 的技术比起 real thickness， 你的速度会快很多。thin conductor 的技术概念就是呢，我用零厚度的结构 sheet， 但是我指定它 boundary 按右键你可以指定 thin conductor， 指定完以后，在 boundary 这边，该导体就会出现，你可以指定它的厚度、它的材料，然后你就可以一样加 sync source， 在 edge 端加 sync source 就可以求解。那这个例子呢，我们为了要让它呢的这个 mesh 的 performance 好一点，我们可以选定物件，然后指定这个 mesh operating based on 它的长度。这个意思是说呢，我指定这个物件在求解的时候它的 mesh 的 maxima length 不可以大于这个 0.5 mm， 你可以确保你的 mesh 的品质。那这样子我求解出来以后呢，你会看到，我这个频率的结果大概就是我们在投影片里面讲的样子。那我如果把这个例子转成是真实的铜厚，全部就都是 solid 的，包含我这个铜这个黄铜我也是 solid， 但是它就真的是有够薄的，非常薄非常薄。好 ，Q3D 能不能解？一样可以解。那我也可以解出一个值，可是你真的去跑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它的时间比你用 thin conductor 会花很多，然后你会发现值是蛮贴近的，值是蛮贴近的。好，但是以这个值会好一点，你们发现，这里还是有点差异哈。当然了，我如果 error percent 再设小一点，我如果这个mesh 这边的 option 这个值弄小一点，我是有机会把它再解的跟这个再更贴近。但是前提是你那个导体要够薄。为什么呢？因为 thin conductor 技术可以用在很薄的导体 micron 几或0.几 micron， 但是不能用在厚的导体。意思是 millimeter 厚度的导体请不要用 thin conductor。